是星期天总裁周总和他的夫人夏之婉。听说1年前夏之婉刚嫁过来的时候，周总还是个看门的保安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了家城首富。周总，请问你是怎么在短短1年之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功？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娶了一个好老婆，你说是吧，小婉？快看，天台有人跳楼！姐姐，姐姐，你干什么呢？下来！这不是谢夫人吗？什么谢夫人？谢家破产，她早就被谢家赶出来了。夏之婉，看到我现在这个，你很得意是吗？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却摇身一变成了首富夫人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姐姐，你冷静点，你先过来，来姐姐这儿，你要什么我帮你解决，好不好？解决？怎么解决？那个露宿街头、无依无靠的人也是你！说什么呢？告诉你，和周琦、叶春晓都是我们谢家好，为的就是你能够名正言顺的嫁过去。要不是因为夏周两家的婚约，你以为爸妈会留你在夏家白石围河这么多年吗？我什么都没有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夏之婉，去死吧！这不是1年前我跟周琦发生关系的地方吗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我重生了？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任你们摆布了。难道重来一次，我还是要重蹈覆辙吗？王总，人我给您带到了，您看不错。别放心，事成之后立马给你转账。周琦，你回来！早就要尝尝夏家名媛的滋味了。周琦来了，怎么会？明明还没到时间。夏浅浅，你怎么会？少废话！哎，赶紧滚！别耽误跟周琦哥哥好事儿。夏浅浅怎么可能会帮我？而且他还要自己去跟周琦，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夏浅浅现在应该和周琦，那我的命运是不是也能改变了？哎呀，我说之婉呢，你说你再喜欢周琦，你也不能，哎，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，那丢的不是咱们夏家的脸吗？我怎么养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老夏，还好啊，咱们夏周两家早有婚约，你们这样啊也算顺理成章。那首富谢家的婚事就只能给浅浅了。为了不让谢家轻看你妹妹，你就把你妈留给你的设计公司也给你妹妹添嫁妆。这就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不仅算计我，让我不得不嫁给周琦，还要将妈妈留给我的东西都搜刮干净。但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看你是找打！浅浅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当然是因为我要嫁给周琦。行，
钱钱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周琦她就是个破保安，你别说彩礼了，要车没车，要房没房，你嫁给他干嘛呀？闹，周家那就是个火坑，是啊，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嫁给他？爸妈，我已经找大师算过，最多1年，周琦就会成为千亿总裁。至于那个谢真婷，她心里只有她的白月光，而且谢氏破产也是迟早的事儿。我要是嫁过去，最后就会流落街头，被人耻笑的。真的？当然了，难道我还能自己害自己吗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已经跟周琦上床了，我还拍了照片。你们要是不同意，现在就把照片发出去。答应了，好像答应了不行吗？我就知道爸妈最爱我了。姐姐，既然谢家这门亲事这么好，我这个当妹妹的就不跟你抢了，你就好好做你的谢夫人吧。好，那就如您所愿。少爷，有位夏小姐想要见你。夏家就这么迫不及待想把女儿嫁过来？不愧是谢真婷，气势让人望而却步。只是谢在她的经营下，明明势头越来越好，怎么会在1年后突然破产？在胡说什么？竟敢诅咒我们谢家！少爷，您是不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？夏小姐什么都没有说。谢真婷怎么神神叨叨的？不会是因为得了精神病，才导致谢家破产的吧？他真的没有说话，那这个声音，难道这是他的心声？而且只有我能听见。唉，管他呢，正事要紧。谢先生，我知道呢，你娶我也属被逼无奈。我这个人呢，也十分知趣。这份文件上，我已经签好了自己的名字，我不会干涉你的任何生活，我只要谢夫人的位置。但我有个要求。说吧，你是想要钱，还是想……我要10里红妆，风光大嫁。话说的好听，不过还是想要那点面子罢了。可以。但是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哎呀，知道了。少爷，您就这么答应他吗？虽然谢家破产的事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是把他留在身边才能搞清楚。钱钱，我来接你了。这年头还有人用破电瓶车来接亲呢？夏家给那么多的嫁妆，也不知道租个车来撑撑场面。他就是没把夏家放在眼里。你们懂什么？我们周琦哥哥是要把钱都用在创业上，等他成了江城首富，有你们巴结的时候。还江城首富呢？我看夏总他们是把夏甜甜宠的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可不是，听说夏之晚他妈妈把公司留给了他，被夏家给夏甜甜当嫁妆了。你妹妹把我们谢家的婚事让给你，自己嫁给周琦，你这个当姐姐的不应该给她添点嫁妆吗？是啊，好女儿，这谢家呀可是首富，肯定不会在乎你这点嫁妆。就是，姐姐，谢家都没有人来接你，显然不在乎这门亲事，所以
有没有嫁妆已经无所谓了，对吧？呀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芝婉，你就赶紧走出门吧，要不然这误了吉时可就不好了。姐姐，谢家虽是豪门，但谢真婷可是出了名的凉薄无情，还有她那个只会刁难人的奶奶，你嫁过去，小心被吃的骨头都不剩哦。妹妹，与其担心我，不如先想想，以后跟周琦该怎么说。姐姐，我手里的嫁妆可还有不少。再说了，凭借周琦的才，他一定能够一飞冲天。你就这么确信，周琦一定会飞黄腾达？当然。至于谢真婷，她心里只有她那白玉片，迟早会厌弃，而我会成为人人艳羡的首富夫人。上一世，你失去的不过是一条黄，而我失去的是一辈子的前途。所以这一世，你该把好日子还给我。快看，劳斯莱斯的车队！走吧，我的谢夫人。谢真婷，他怎么会来？明明上一世谢家一个人都没有来。不愧是首富谢家，好大的排场啊！介绍居然亲自来了，看来他很满意夏之婉。不可能，因为谢家看不上我们家，况且谢真婷心里只有她的白月光，一定是夏之婉这个贱人用了什么手段。可是老公，我一点嫁妆都没有，会不会让奶奶觉得是我们现在不重视这门亲事？怎么会呢？芝婉啊，爸爸刚刚是开玩笑的。你妈妈留给你的公司，当然要给你做嫁妆。月，是我没说清楚，哎呀，闹了个误会。我现在就把公司交给芝婉。谢谢爸爸。什么风光大家，不过是为了利用我拿回公司。这女人有点脑子。是这样。你以为我想啊？那可是谢家。夏之婉，让你得意一下又怎样？反正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变成一个乞丐婆，而我，则是高高在上的首富夫人。夏浅浅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。浅浅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跟着我，委屈你了。周启哥哥，我相信你，你以后一定能大有所为。上辈子，周琦就是在跟夏之婉结婚后不久，就靠一份设计方案拿到了第一笔注资，从此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。姐，我发誓，我一定永远爱你，若违背，天打雷。周启哥哥真厉害。嘿，我这碰着个猪皮。上一世，谢真婷在新婚之夜，因为白月光一个电话离我而去，害我沦为江城笑柄，后面更是连碰都不愿意碰我。而现在，我有周琦哥哥的疼爱，你才是那个独守空房、被人耻笑的戏子。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协议，我可以让你坐在谢太太的位置上，但是别行不到你的心。谁不知道你有个放在心尖上的白月光啊？
传说中早死的爸、生病的妈、上学的弟弟、破碎的他，全都靠你这个提款机活着了。嗯，真婷，我妈妈又进医院了，我好害怕，你能不能过来陪陪我？我马上来。去吧去吧，你刚出这个门儿，就会被外面蹲守的狗仔拍到。到时候不仅热搜上是我新婚之夜被你厌弃骨瘦锅黄，就连谢家的股票也得跌一截。这男人看着我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？去晚了，人家妈都被送回家了。毕竟本来也没什么事儿。哎，不过是你的白月光不想让你春宵一刻值千金而已。黎川，少爷，去查一查子涵妈妈怎么样了。是。少爷，查清楚了，唐小姐的妈妈并无大碍，一会儿就可以出院。那就找人送他们安全回家，告诉子涵，我今天不过去了。少爷转性了，以往一提到唐小姐有事，早就赶过去了。今天居然，难不成是因为少夫人？别以为我不去看子涵，就会在这陪你。娶你不过是为了保全我谢家守约的名声。我知道谢先生，所以呢，我会谨遵行。所以现在请人去客房睡。什么？怎么？难道谢先生想留在这儿跟我明月春宵？这男人不会看不出来我这是激将法吧？不是要为白月光守身如玉吗？还不推开我？你以为欲擒故纵对我有用？想都别想！我还不信你不会哭着喊着求我回来。妈妈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借用谢氏的地位，好好经营你留给我的公司，再也不会让任何人宰客。妈，请喝茶。哎，这新媳妇儿敬的茶呀，就是好喝。起来吧，妈认这个儿媳妇了。周琦哥哥，你们家没有改口红包吗？哎呀，浅浅啊，妈对不起你呀，咱们周家实在是穷啊。算了，那也比个谢家好。上一世。新婚之夜丢下你是真听了不对，可是你不仅不好好反思一下，怎么样挽回他的心，反而是追出去大吵大闹。你不知道那些狗仔们都蹲守在外边了。今天我谢氏的丑闻漫天都是，我谢氏的股票跌了多少知道？就你这种德行，能担得起我谢家少奶奶的名后吗？那不还是因为谢真婷自己不守妇道在先？我看你就一点都不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，你就跪在这儿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。王妈，走。这样不就是个仪式而已？妈，我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妈，您放心，我已经决定用自己的嫁妆给周琦哥哥开个公司，咱们家一定越过越好。秦倩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看看，我就说我儿子吧，娶了一个好媳妇儿。这夏家的女儿真是人傻钱多呀。不过我儿子确实是当老板的料，我们周家的好日子总算要来。虽然没有改口费，
但这一次，在谢家跪到膝盖面前，连路都走不了的人可不是我。夏之文，你就等着被那个死老太婆收拾。奶奶，请您用茶。好，好，好。老夫人，虽说少爷和少奶奶这次没能同床，但少爷也没有被外边那个女人打电话叫来。真的？太好喽！哎呦，我的乖乖孩子，哎呦，好孩子，快起来，起来！好孩子，昨晚的事儿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一会儿臭小子来了，奶奶帮你教训他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身体最重要。真婷跟我素不相识，她不接受也很正常。哎呦，之婉，奶奶果然没看错你，真是个好孩子。那奶奶呀，就更不能委屈你喽。带上，这个呀是我们谢家祖传的，给儿媳妇的传家宝。带上它，谁都得敬你3分。谢谢奶奶。我说你一大早怎么这么积极？原来就是为了在奶奶面前买乖告状，骗奶奶把镯子给你。臭小子，胡说什么？人家之婉啊，不仅没说你一个不好，反而啊处处维护你。谢谢。我是虚情地，那你试试看。心里明明有唐小姐，却还娶我为妻，是不忠。昨夜新婚夜让我独守空房，是不孝。大清早就惹奶奶生气，是不孝。反正在谢家其他人眼里，就算我骂了你，也是因为昨天晚上受了冷落，你能把我怎么？夏芷，你好得很。奶奶，之婉，3天以后就是夏家的回门宴了，你看看缺什么东西，去买去，记奶奶的账上。奶奶要让他们看到我们谢家对你这个孙媳妇啊特别满意。谢谢奶奶。哎，臭小子，还不赶紧带着你媳妇儿去买去！我去，去，走吧。哎，拉着媳妇儿手，去。老夫人，看样子您非常满意少夫人。那是，我这头倔强的小马驹啊，总算套上龙头喽。那就麻烦谢先生了。你不要以为能讨我奶奶的喜欢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还没接受你。知道了。切，谁让你接受了？我不过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妈妈。你最好记住你自己说的话，你别忘记你自己的身份。身份？什么身份？我现在的身份不是你的妻子吗？毕竟奶奶可是连传家宝都没有。你在威胁我警告你，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想什么呢？我呢是怕新婚丧妻。上车第一步，安全带都不系。走吧，我赶时间。要不是奶奶让我陪你过来，我可没这想。卡你拿着，没有密码，想要什么自己买。直接给我？那我岂不是可以直接搞出一笔钱来？你是什么财迷吗？我告诉你，每一笔钱我都会对账。你，哼，小气鬼！
安婷，子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兼职，没想到居然碰着你，带着夏小姐过来买回门礼。兼职，还刚好在这儿。哎，到底是谢真婷真的钱给的太少不够用，还是早就知道我们会来这里提前蹲点？看来这个白月光也不是看上去这么单纯啊。你昨天没来医院陪我，是不是也是因为夏小姐误会了我们的关系？夏小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阿婷她只是可怜我，把我当妹妹才会多照顾我。我们两个经常在医院待一晚上，我累了，也只是靠在阿婷肩膀上睡觉而已，绝对没有其他任何越矩行为。好一个越描越黑，今天好妹妹，明天小宝贝儿。而且谢家少爷大婚，是个人都知道谢家会有狗仔蹲守，还真是为了打我的脸，连谢氏颜面都不顾。子涵，如果我昨天去陪你，今天谢氏就会陷入丑闻之中，孰轻孰重，我想你能理解。当然，我只是怕夏小姐误会而已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们家真婷啊跟我说过，说唐小姐的母亲体弱多病，我还想着我有时间找个机会去探望一下。不用了，这样太麻烦夏小姐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客气？你是真婷的好妹妹，就是我的好妹妹。哦，对了，真婷啊刚刚给了我张卡，你要买什么，我给你买了。这个女人怎么回事？她不应该生气，然后跟谢真婷大吵一架吗？不用了，阿婷已经给我买过不少东西了。啊，那就好。看样子你们还有话说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家真婷这个人啊，打小就善良，就是看到路边的阿猫阿狗都得买点吃的来喂喂，更何况你这个好妹妹了。她有的是钱，不用给她省啊。这女人在夸我，怎么感觉不太对？居然敢说是没人要我当野狗，下次你等着，这个站在谢真婷身边的人一定是。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小女的回门宴，今天备了薄酒，请大家入席。好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妈，我回来了。浅浅，妈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你说怎么这么几天不见就这么瘦了呀？爸妈，这是我带给你们的礼物。哎，那就是夏家的穷女婿吧？听说是个破保安。可不是，还是夏家大女儿嫁得好。赶紧把你这些便宜东西扔到后面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爸，怎么能这么说周琦哥哥呢？他那是大器晚成，迟早有一天亮瞎你的眼睛。再说了，姐姐嫁得好有什么用？今天他都不敢来这个回门宴。浅浅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新婚之夜，谢真婷丢下姐姐一个人去找白月光了，好不快活。可怜姐姐一个人独守空房，日后怕是只能守活寡了。一个连自己老公都管不住的孙媳妇，谢老夫人又怎么会待见？只是姐姐日后在谢家的日子才是举步维艰呢。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一个男人都抓不对。就是爸爸，不像我，牢牢的把周琦哥哥握在掌心。是啊，爸，我一定会对芊芊好的。哼，一个废物，抓住又有什么用？哎呀，吓死！哎呀，再怎么说，现在这周琦也是咱们家的女婿，别让这外人看了笑话呀。那既然吃晚不来了，那我们就不等了，让宴会开始吧。开始，大家开始吧。谁说我不回来的？夏之晚，你怎么还敢回来？今天是回门宴，当然要回来看看爸爸妈妈。
你还装呢？谁不知道你在新婚之夜就已经被谢真婷厌弃了，现在回来只想存心给爸妈丢脸吗？夏之婉，你不要脸，我们夏家还要脸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说的言辞凿凿。要是谢真婷真的在新婚之夜丢下我，你们会今天才看到消息。真当谢家的名誉是百顺？妹妹，你该不会是因为嫁了个穷小子，所以得了失心疯？就是，要是这件事情是真的，早就爆出来了。原来夏浅浅都是胡说八道，怎么可能？你上辈子……不信的话，可以看看这个。这不是谢家的传家手镯吗？之前我在谢老夫人的手上见过。妹妹，这是谢家的传家宝，平时是妈妈我不能看。爸爸，我现在还需要滚出去吗？胡说，芷婉，你可是爸爸的好女儿啊！哎呀，爸爸怎么能赶你滚呢？爸爸以后还仰仗我的好女婿呢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姐姐，你别是买了个假手镯来骗爸爸妈妈吧？毕竟，如果谢家真认了你这个谢夫人，怎么可能会让你自己提着这么廉价的礼品？这种东西，谢家的狗都不吃吧？再廉价，不也比你周琦哥哥买的东西贵吗？夏之婉，你别欺负人！莫欺少年穷，你懂不懂？夏之婉，你现在再怎么说也是谢家的少夫人，你就拿这么点东西来孝敬我跟你爸，我看你啊，一点都不懂得感恩。妈，体谅一下姐姐，毕竟谢家都不认她。爸，看来你倚仗谢真婷的机会都被姐姐给毁掉了呢。夏之婉，真是白养你了，不嫌丢人，我们夏家还嫌丢人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废物赶出去！我们夏家没有这么丢人现眼的女儿。你看谁敢？我看谁敢！我谢真婷的女人，还轮不到你们欺负。不行了，我不来，指着你地上那两样破东西给我谢家丢脸吗？要不是不查账单，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么搞。居然还真对账，谢家家大业大的，怎么能养出这么个小气鬼？夏之婉，你别给我怼！这次回门宴事关我谢家生路，麻烦你这位谢太太好好配合。谢真婷，你怎么会来？我夫人的回门宴，我来很奇怪吗？你也是的，奶奶都已经把传家镯子给你了，现在你就是谢家的女主人，怎么还能让他们欺负了？这男人是真能演啊！我这不是知道你会来给我撑腰吗？看来不对，看来谢少夫人很得谢少喜欢。我看夏浅浅就是嫉妒他们恩爱，在这抹黑。明明不应该是这样。为什么跟我经历的完全不一样？为什么跟我经历的完全不一样？谢真婷，你来干什么？今天是我的回门宴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陪着他？对不起，夏小姐，我是因为照顾妈妈太累了，所以晕倒了。医院只能给阿婷打电话，所以要是我知道今天是你的回门宴，我一定不会让阿婷过来。你装什么装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？贱女，我打死你！夏浅浅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回门宴跟子涵比起来一文不值，赶紧滚！谢真婷，你喜欢的明明就是陶子涵，你为什么会对夏之婉这么好？夏之婉，是你吧？一定是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对不对？你说呀，说呀！这就是你们夏家的教养吗？
哎呀，浅浅，你怎么这样了？别闹了啊！真婷啊，都是我把倩倩给宠坏了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来来来，我们坐下说。妈，看嘛！好了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跟爸爸说有好事要告诉他吗？走走走，我们去找他啊！你跟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真婷带的东西给我收好！废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爸，东西都收好了。周琦哥哥，快坐。做什么做？没看到这杯子都空着吗？还不赶紧倒酒！爸，这又不是没有别人，干嘛是非要？哎，东西。别管，他们那样，等你有出息了，8季都来不及。芷婉啊，你现在可是少夫人，以后啊，可得给咱夏家和夏家人长脸。那是当然了，爸爸，我一定会好好经营妈妈留下来的公司，也不辜负您把它当做嫁妆送我的心。那就好，芷安，放心，只要你想做，爸爸一定支持你。真的吗，爸爸？公司现在刚起步，正是需要启动资金的时候。您也知道，妈妈留给我的那笔钱都被你们拿。那个，芷婉啊，不就是启动资金吗？要多少？爸给。真的吗？500万。夏芷婉，你疯了？什么破公司启动资金要500万？简直是狮子大开口！倩倩，500万整个县人鸠占鹊巢9了，真的。早就听说夏芷婉在夏家不如夏贤等受宠，今天一看，我谢真婷的女人，自然是想要什么就得有，区区500万，我相信夏家应该拿得出来。你说呢，岳父？你说呢，岳父？这狗男人怎么会突然帮你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你觉得好多余帮就不是狠心。哎呀，真婷说的对，不就500万而已嘛。你放心，我待会儿就把钱打到芷婉的账户上。爸，我不同意。爸，你没看出来吗？他今天费尽心思把谢真婷弄过来，就是为了找你要钱啊！晴晴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就不。夏芷婉，你都是嫁出去的人了，怎么还好意思找爸妈要钱呢？再说了，谢家连500万都给不了你吗？那你算什么谢夫人？这就是你们夏家态度。我们走，这个家不。走就走，反正周七哥哥以后比你们厉害得多。老夏，夏芊芊，你要是再胡闹，就给我滚回去！爸，从小到大你都没打过我，今天你居然因为夏芷婉打我！下一次饭会报复你。周七哥哥，怎么会？明明我才是你老婆，你为什么护着她？你不应该护着我吗？姐姐，看看你现在的日子过的，真是一天不如。就是放着好好的谢大小姐不当，非要跟周琦这个破保安私混开房，还被抓了个正着。有些人呢，就是贱。姐姐，我现在可是谢少夫人，说不定你求求我，我就赏你点钱。不用了，别相信，只要我跟周琦好好，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夏芷婉，我让你走了吗？你还真以为这个破保安能有什么出息？我现在就让你好好清醒清醒。夏小姐，诗婉是我的老婆，如果她有什么得罪你，
冲我的，但你伤害他。要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会爱我，我为什么会嫁给你这个穷保安？行，芊芊，我不是帮他，我是在保你。你那么冲动，得罪了谢少，爸妈也保不住你啊。真的吗？你没骗我。芊芊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我做的事儿也都是为了你。周琦哥哥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夏芊芊，周琦3言2语，你就相信了？可他不仅是个一穷二白的保安，更是个毫无感恩之心的白眼儿。爱，他这种人，爱的只有他自己。这好像不少。抱歉，谢少，芊芊她一时不太懂事，我替她给您道歉。你们要道歉的人不是我，你们得罪的是我夫人。小芊芊，赶紧给你姐姐道歉。芊芊，听妈妈话，快跟姐姐道歉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赶紧滚回去做。来，芊芊。爸，那你应该给我和周琦哥哥一点工资。我也不要太多，你意思一下就行。反正公司我已经给周琦哥哥开好了，名字就叫长虹，而且近在咫尺的招标会，他一定能一举拿下。你就当投资了嘛。妹妹，你就这么确定周琦能拿到这笔注资？你别太嫉妒，我告诉你，只要周琦哥哥把这次的设计方案做出来，投资是迟早的事儿。是吗？我都不知道原来妹夫还有写设计方案这个功能，那怎么会甘心去在一个小保安亭当看门狗？你少看不起人，周琦哥哥那是因为之前运气不够而已。原来如此，妹夫啊，设计方案呢我也略懂一点，不如你说说你的想法，我正好学习学习。说就说，周琦哥哥，告诉他你想做的设计方案是什么样的，亮瞎他的狗眼。别说了，周琦哥哥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说？这明明是天大的好事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他根本不会。他能拿到注资，是因为那份设计方案是我帮他做的，没有我，他周琦什么也不是。没有我，他周琦什么也不是。他给周琦做的策划，怎么可能？他们明明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想趁机盗取周琦哥哥的创意。告诉你，你想都别想。周琦哥哥，你是对的，我们就应该防着他。夏芊芊，你放心，招标会我也会参加，不过这一次是为了我自己。爸，所以你也给我们一点启动资金嘛，到时候一定双倍还给你。你以为设计方案这么好做？他一个保安怎么比得过人家？爸，行了，等他真的拿到注资，你再来找我，需要多少钱我给你。哎呀，志玲啊，我还有个事要麻烦你，我看上了南海那个学区房的项目，听他们说正在给你们谢氏交接。你看这……爸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这件事儿回去我跟真婷商量商量，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晚上我们还有点事儿，这会儿就先走了。那好，我就不留你们了啊。走吧。走。爸，所以你刚才答应夏之婉都是因为学区房的项目？哎呀，真是我的傻女儿啊！不然你以为呢？爸，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。以后啊，你少给我添麻烦。今天差一点坏了我的好事。夏之婉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跟我斗。周琦哥哥，你要去哪？去上班啊，我只请了半天的假。那你以后都不需要去上班了。
因为我已经帮你辞职了。你说你帮我辞职了？是啊，你现在只需要安心在家写计划方案，等注资到了，长虹开始运行，你就是公司老总。那个破保安有什么好干的？一个月就2000块钱。夏芊芊，你知不知道2000是我们家1个月的生活费？我没了工作，我们全家回西北风去啊！你吼什么吼？这点钱跟你的前途比起来根本就不值一提，好不好？只要你参加了这次招标会，你一定能够成为千亿总裁。什么千亿总裁？你在你家人面前戏耍我还不够是吧？回来要羞辱我了！痛，你弄疼我了。对不起啊，芊芊，我只是恨自己没法像谢真婷一样给你想要的生活。周琦哥哥，我相信你。大师说过了，你以后一定比谢真婷更厉害。谢真婷，她迟早会破产。是吧？现在只需要好好写你的设计方案，一定可以的。可是我根本不会写什么设计方案。唉，算了，我去找人学一下。周琦怎么可能不会？上辈子不是都说他的设计非常好，难道真的是天赋？算了，管他呢，反正这是板上钉钉的事。学区房那个项目，你想给我办？上辈子谢真婷没有来回门宴，我爸自然也没拿到这个项目。后来这个项目被中途叫停，据说是因为在地下发现了什么古物，所以谢家破产，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啊？什么？但是谢家家大势大，不至于一下栽了就起不来，一定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。上辈子是什么意思？难道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给他。谢氏都被这个项目伤了元气，更别说夏氏。到时候我就能趁机收购夏氏，彻底拿回妈妈的心血。而且我还要利用这件事，让夏家彻底断了给夏家姐资助的念头。好，你就这么答应我了？不然呢？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已经陪你演了1天了，还差答应你这点。谢真婷，你该不会给我挖了什么坑吧？不过我还真有件事想要问你，你好像很确定周琦拿不到注资，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。夏之婉，你该不会是重生来的？你该不会是重生来的？少爷，少爷不好了，疼！对不起，少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男人怎么会突然怀疑我？难不成我什么地方露出破绽了？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是唐小姐在外面，好像是她弟弟出了什么事情，哭得挺厉害的。什么？这样下去，你看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的白玉啊！子涵，怎么回事？阿婷，没事。我知道我不应该来这里，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我弟弟他打了人，现在人家不仅让他赔钱，还要他坐牢。要是我弟弟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妈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恐怕……你别怕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帮你解决这件事。阿婷，还好有你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没事啊，别怕。那个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了？那我走。那个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了？那我走。这是什么修罗场啊？待会儿不会打起来吧？我要不要先去打个120啊？听说女人扯头发最厉害了。对不起，夏小姐，我是一时心急才会。你要是不高兴，你打我骂我，我都绝无怨言。只要你肯答应救我弟弟，我现在就给你跪下。哎，子涵，这是做什么？赶紧起来！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。难怪谢真婷4个字当。夏之婉，
夏之婉，就算你是谢家女主人又怎么样？阿婷可见不得我受一点委屈。凶我做什么？你以为我想来，还不是奶奶听到动静，非得把我赶出来看看。再说，你的白月光深夜上门，哭得梨花带雨的，谢氏的对家现在可都等着看笑话。我处在这儿，说不定还能挽回点声誉。子涵，我让黎川陪你去解决这件事情。阿婷，你不陪我一起吗？你放心，有黎川在，没事的。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夏之婉？不对，阿婷心里明明应该只有我才对。阿婷，我的脚踝好痛，好像走不了路了。你来。我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不想一会儿在奶奶那边交不了差，就赶紧。走吧。那唐小姐，再见了。夏之婉，你别得意，我有的是办法把阿婷抢过来。少爷真没有出去哎！就说过了，只要有之婉在呀，少爷就不会被外面的女人拐出去。还是老夫人您眼光毒辣。楼上的事情安排好了吗？您就放心吧。少爷，老夫人说想把客房重新装修一下，所以这间客房暂时停用。不会今天有人要去睡沙发了吧？啊？夏之婉，这是奶奶的意思，跟我可没关系。我要去睡觉，晚安。少爷，老夫人说其他房间都要改造，所以您还是去主卧睡吧。哎，我错了，那是我的房间。不是，你多管的是我。哎，你锁了，锁了。你不是很得意吗？现在怎么笑不出来了？奶奶这是铁了心要我跟她睡一起啊！哎，算了，也只能把床分她一半了。既然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，那就我们继续把刚才的事情说清楚。你好像对你的内部都很了解，夏之婉，你跟他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人怎么阴魂不散？老公啊，你说你不去管你的小白月光，跑到这儿来管我，你该不会是真的爱上我了？嗯？这招不管用了。既然你这么希望，那我这个当老公的自然应该满足。哎，手感好，还不错，嘿嘿，还不错，嘿嘿。夏之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欲擒故纵这招对我没用。如果你不愿意说，我不介意去问问你的好妹妹。你少自恋！我狗男人居然威胁我！我能这么确定，是因为这次只有我能拿到蛛丝。没想到你脑子还挺好使。那当然，我夏之婉也不是吃素的，好吧？做的确实挺好，不过有些地方还需要精细。啊？哎，那在那干嘛？还不赶紧过来？哦，哎。
小安，我实在是熬不动了，这些资料看得我头疼，反正我也看不到。你行行不行？我相信你啊。周姐，我倒要看看夏浅浅这次能帮你写出个什么东西。夏浅浅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笑了，吵得我头疼。对不起嘛，周琦哥哥，我不玩了，我现在陪你做方案。这根本都看不懂，什么玩意儿？算了，浅浅，你先睡吧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周琦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直接在网上买一份方案算了。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过来！啊！行了，现在你100%能拿到这次的注资了。季玲玲，不如我们两个合作怎么样？你看啊，我手里呢有我妈妈留给我的设计公司，里面有很多设计专利，还有一群设计界的资深老人。你跟我合作，我给你股份。那可是你费尽心思从你爸手里拿回来的，你舍得分我？上一世，夏浅浅带着妈妈的公司嫁进了谢家，谢氏破产的时候，只有她屹立不倒，救了你。如果把学区房的项目交给我办，还是不能避免谢氏破产。那这一次，我来救你。当然呢，也不是白给你的，除非你跟我合作。怎么合作？我现在虽然是谢夫人，但是手里没什么实权，人家不一定就帮我。哎，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出面，人家一定给你这个面子。我们到时候就只会多不会少，赚的也就更多，怎么样？好，那就祝我们两个合作愉快。哎，这儿38线，敢越过这儿你就死定了。哟，身材不错啊，肩宽腰细，6块腹肌。看够了吗？看够了就把口水擦一擦，别掉到我唇边。自恋狂。装什么啊？我就不信你能忍多久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下肢吧，你要是不想睡就下去。大哥，你还是接一下吧，万一他真有什么急事。哎，还是你怕我听到一些不该听的。我跟子涵之间清清白白，怕你给他推下。阿婷，谢谢你，我弟弟的事儿都解决好了。小事情不用放在心上。但是自从你和夏小姐结婚以后，再也没有陪过我了。你是不是已经讨厌我了？怎么说的跟我插足了他们感情似的？我明明什么都没干。没有，只是最近事情比较忙而已。真的？那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吧？我想亲手做顿饭感谢你。好，到时候见。怎么样？有听到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没有，什么都没听到，你不用管我，我也不会跟奶奶告状。你记得到时候按时来招标会就行。
到时候只需要把这药倒到酒里，阿婷就会和我。夏浅浅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赶紧起来给我挣钱去。妈，我们家都是睡到吃午饭的时候。那是在你们家，现在是在我们周家。赶紧起来，跑外卖挣钱去。什么？跑外卖？不然呢？哦，你把我儿子工作弄丢了，你不去跑外卖，难道让我这个老婆去啊？我们周家可不养那种白吃白喝的祖宗。妈，什么叫白吃白喝？婆婆带了不少下。你的钱不在那什么破公司里面吗？哦，运作又运作不了了。你不去挣钱，谁去挣钱啊？赶紧起来！周琦哥哥，赶紧说说，我在家可是什么都不会做的。浅浅啊，你还是听妈的吧，毕竟我还得写方案呢。算了，反正招标会就在今晚，到时候长虹就会正式起步，然后一跃而上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去。今天不赚500块钱，别回来啊！周琦哥哥，你可得记得我的好，今天晚上就看你了。浅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就算是叫我去送外卖，也得给我配辆电瓶车吧。我这辆车。累死了，终于是最后一单了，是招标会的地方，正好现在过去，差不多就能看到周琦哥哥中标了。妈，你跟爸来招标会，周琦哥哥马上就能得到注资了。现在我终于不需要这个破自行车了。经过我们资方的再三评选，获得此次注资的是我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夏之婉，恭喜夏小姐。怎么可能？明明应该是周琦才对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妹妹，你送来的外卖还真是及时，我刚好有些口渴，给我吧。这是你点的，不然怎么让你亲眼见到我取得成功呢？上一世，周琦的妈妈也是这样逼着我出去赚钱。这一世，她又怎么会放过你？不过要让你失望了，因为拿到注资的不是周琦，是我。到底做了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周琦哥哥，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最后赢的人会是夏之婉？为什么？因为周琦的设计狗屁不通一塌糊涂，他怎么这么拼？周琦，你之前做的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？是，一定是你用了什么手段。夏之婉，
我要杀了你！夏浅浅，看来回梅宴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我谢震廷的夫人也是你能弄的。那是谢少。我就说夏之婉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？这不是前段时间嫁给谢少的夏家大小姐吗？谢震廷，你之前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现在为什么这么护着他？你也配跟我的夫人相提并论？我到底差在哪儿？要不是你这么对我，我怎么会重来一次？我怎么会选周琦？你胡说什么？谢少，浅浅她可能只是一时接受不了，所以才胡言乱语的。我现在就带她回。周琦，我警告你，管好你的女儿，要不然我就让你们周家从此消失。姐姐，你们回家。我不，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你简直不服！我走。夏之婉，用什么手段？为什么这辈子光鲜亮丽的人还是你？手段？夏浅浅，当初是你要死要活非要嫁给周琦，也是你认定他能混出个人样，所以你现在落得这副下场，跟做姐姐的可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原来是非要嫁给穷保安的夏二小姐，放着好好的千金不当，非要去吃苦，脑子有病。妹妹，猪子跑汤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缺钱啊？这样，你求求我，或许我能给你点。别嘚瑟！我告诉你，周琦哥哥只是失去了这一次机会而已，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等着他呢。还有你，都给我放尊重点，不然等周琦哥哥成了千亿首富的时候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夏浅浅，到现在你都还没看清楚，周琦不过是一个空有皮囊的蠢货，他上一世所有的机会都是我得到的，而你这辈子都做不到。夏浅浅，你疯了吧？就周琦那个穷保安，还想成为千亿总裁？做梦！就是，江城谁不知道谢少的实力？当着谢少和谢少夫人的面，也敢大言不惭。夏之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不会让你踩在我的头上！你什么东西？敢当着谢少的面威胁谢少夫人？就是，我看他这种人，就该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夏浅浅，现在就受不了了。可是你现在遭受的一切，还不及我上辈子的1/1000，你要怎么还愿呢？放开！姐姐，你现在怎么沦落成这副样子了？看看这张脸，哪还有半点夏家大小姐的样子了？夏浅浅，你故意点外卖就是为了羞辱我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这不是想让你多挣点钱吗？我买了好多水，现在看来好像喝不完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姐姐，你的衣服好像脏了，我帮你洗洗。不要！夏之婉，你给我等着！夏浅浅，当着我的面动夫人，你太没把谢家放在眼里了！来人！对不起，谢少，是我们一时疏忽，将个疯女人放了进来。保安，还不赶紧让他给谢少和谢夫人道歉！惹恼了谢少，我们也不用在江城混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，不然我要你们好看！哼，能给谢少和谢夫人磕头赔罪，都算你命好。夏之婉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已经给爸爸打电话，等爸爸过来，看到你这么欺负我，他一定不会饶了你。好，夏浅浅，
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我们两个赌一赌，就赌爸爸会不会管一个嫁个穷保安的女。夏之婉，我告诉你，我爸最爱的就是我，钱气生的，你算个屁！钱钱啊！钱钱，妈！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对我的女儿？妈，都是夏之婉，都是她指使人做的，你一定要帮我出口气啊！之婉，再怎么说这钱钱也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她呢？夏浅浅出言不逊，侮辱我夫人，甚至还出手打人，难道我不应该教训她吗？这婷，我这个女儿就是被我宠坏了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爸，你别听他胡说，都是因为夏之婉这个贱女人抢走了属于周琦哥哥的注资，我气不过才。什么？浅浅，你不是再三保证过这周琦一定会拿到注资的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一定是他使用了什么手段。没想到之婉还有这个本事，现在我可以放心了。所以，为了感谢岳父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夫人，学区房的项目我会安排专人对接。学区房的项目我会安排专人。真婷，你说的真的？当然，这也算是我对您的一份孝心。哈，真是我的好女婿呀！之婉呀，你真是给夏家长脸了。但我有个要求。婷，你放心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我让夏家从此没有夏浅浅这个女儿。他说的全是我的台词。老夏，你可不能因为这一个项目你就不要咱们的女儿了呀，老夏。是啊，爸，从小你最疼我了，你舍得吗？那就请您好好想想，是觉得我谢真婷更有用，还是觉得周琦更有用？真婷说的是，我夏盛豪没有这么丢脸的女儿。老夏，爸，闭嘴！浅浅，当初是你要死要活的嫁给周琦，现在的日子你自己受着。那就好，项目的合同书我一会儿让人送到您的办公室。好的，女婿。让他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回去！妈妈，你们真不要我了？老公，我们也走吧，毕竟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夏之婉，我绝对不会向你认输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下。卸磨杀驴，你倒是得心应手。我这不是怕你为了陪我，耽误你给白月光庆祝生日吗？没想到我的夫人这么大度，居然迫不及待想让我去陪别的女人。那当然，毕竟我说过，不打扰你私生活。夏之婉，你好得很。哎，这狗男人什么脾气啊？顺着他也不对，不顺着他也不对，我看就是单纯欠揍。开车。少爷，不等少夫人了吗？小姑娘，你能不能帮我们看看，为什么我们的音响放不出音乐啊？我们今天还等着练舞呢。阿姨，这个是要连接蓝牙播放的。蓝牙？那谁？你们谁有蓝色的牙吗？没有啊。不是那个意思。这样吧，你们要听什么，我给你们放。哎，真的，我们以前呢都用那个一按就播放的东西，人家说这个更好，结果换到我们都不会用了。幸好遇到你了。好啦，啊，好啊，真的好了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
夏之婉，现在谢真婷不在，我看还有谁能护着你？夏浅浅，你这个时间不应该跟周琦在家里抱头痛哭吗？毕竟刚失去了心心念念的祝姿。你还敢提这件事？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周琦哥哥现在早就拿着祝姿了。夏浅浅，难道是我让周琦把那方案写得狗屁不如吗？你什么你？我能成功是因为我厉害，就算没有我，周琦就凭着他写的那乱七八糟的方案，他也不可能成功。夏浅浅，你看人眼光怎么地嘛？不整宠爱一时，周琦哥哥天赋都没了。不，绝对不可能，老天爷不会这么对我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应该想想，你以后该怎么生活。没了祝姿，爸妈也不管你。你说你以后在周家怎么办？夏之婉，这个贱人，我现在就要弄死你！我说你说话就说话，动什么手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插手我跟夏之婉的事儿？滚开！我今天就要插手了。哼，想欺负他，先过了我们这一关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识相的话就赶紧让开，不然我让我爸把你们的广场给砸了。姐妹们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他居然想把我们的广场舞给毁了！哼，我们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是，就算让热少姑娘出气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可是夏家二小姐，你们要是敢动手，我一定……姐妹们上！都说大妈是最不好惹的生物，尤其还是广场舞大妈，能打能骂。哎，夏浅浅啊，你说你惹谁不好，非得惹他们，自求多福不？小姑娘，别怕，他今天被我们这么一揍，晚晚10天半月不敢再得水。夏之婉，你什么还想来？姐几个一起！夏之婉，你别得意！我告诉你，周琦哥哥最大的贵人可是设计巨头康宁，你就等着被我狠狠的踩在脚下吧！小姑娘，他以后再敢欺负你，就找我们，我们最会对付他这种纸老虎了。谢谢阿姨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，夏浅浅，你绝对想不到，周琦的那些荣誉和光环都是我的，只不过是他站在我面前而已。阿婷，别怪我，我好不容易才接近你，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你被夏之婉给抢走。只要过了今天晚上，你就永远都不会离开我。来了，阿婷，你终于……对不起，唐小姐，少爷说他今天不能来了，他让我将这些礼物交给您，祝您生日快乐。他不是答应我要过来陪我吗？可能是因为少爷陪少夫人参加招标会有些累了，所以……不过唐小姐，少爷说他有机会会来看您的，希望您保重身体。又是夏之婉，自从他出现以后，阿婷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。唐小姐，你怎么脸色不太好？没有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失落而已。不过我能理解阿婷，麻烦你了。啊，没事，唐小姐，是我该做的。夏之婉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？你想我什么时候回来？烛光晚餐的后影，一般不都是滚？夏之婉，把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丢出去！怎么，刚拿到注资就想迫不及待大干一场？公司有那群设计团队在，一点不担心。而且呢，你现在也是公司的股东，我就算不说，你也会给自己。嗓子不舒服就去医院，我又不是你说，给我。你干什么？
告诉我，画图做什么，我就还给你。当然是给我的好妹妹挖个坑。当然是给我的好妹妹挖个坑。需要帮忙吗？上一世拿到注资后，长虹正式开始运作，加上我的设计，周琦在业内较有名气。但是跟设计巨头康米见面，我不分昼夜3顾茅庐，终于得到唯一一次机会。长虹也正是因为这次机遇，才能彻底在业界立足。但是这次夏浅浅，你不是一口咬定周琦以后的机遇不要顺，就彻底断了这个念想。我明天要跟康宁见面，并且这个消息要传到我的好妹妹耳朵。好。看来嫁给谢真婷还是挺有用的，至少这些事儿都不用亲自动手。还知道回来呀？这是上哪个野男人的送外卖？我说什么？你还发脾气了？我儿子现在落到这种地步，都是你这个扫把星。要不是你给他辞职，他现在早就选上保安队长了。保安队长有什么好的？我让周琦当上大老板，有你把你的事。哟，你还以为你现在是夏家的千金大小姐呢？这江城可都传遍了，你爸你妈早就不要你了。你胡说！我爸妈最爱的就是我，他们那是为了做戏给谢真婷看的。反了你！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打我！为什么？尹桂兰为什么也跟谢家那个老太婆一样？因为她对夏之婉。芊芊，周琦哥哥，芊芊，周琦哥哥。妈，你怎么能对芊芊动手呢？自从那个扫把星进门以后，咱们家有好日子过吗？我没给他撵出去就不错了。妈，是我自己没用，没把握好这次机会。我怪芊芊。周琦哥哥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芊芊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失望了。可是，我真的不会做什么保安，不然我也不会只是一个保安啊。没关系，周琦哥哥，咱们还有的是。是。这个色迷心窍的东西，我真不生你这么个玩意儿。喂，浅浅，你不是让我帮你盯着夏之婉吗？我听说他明天要去见一个叫什么康什么的人，好像是个大人物。什么？那个贱人也要去见康的？要是我今天说了我，他又想利用谢家抢走属于周琦哥哥的资源。哎，你爸他来了，你跟你说，我把那个见面的地址发给你，你自己去处理啊。周琦哥哥，你放心，这一次绝对非夏之婉如愿。什么意思啊？明天就知道了。醒醒！喂，哎呀，还挺早，吵吵什么呀？我昨天画图画到2点才睡。喂，好梦吗？谢震廷，我不是说不准超过38线吗？你要不看看是谁过了38线啊？坏了，居然是我！怎么回事？我明明记得……难不成我突然贪图谢真婷的美色，所以趁着黑灯瞎火的时候……原来这些都是你欲擒故纵的把戏。看来你早就觊觎我的身体了，不如我现在就满足。我今天还找你去见康，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。以后再说啊。
谢夫人，久等了。康妮老师不用客气，快请坐。您的意思呢，我都知道了。我相信你的创作实力，期待我们后面的合作。今天还要准备发布会的事情，到时候你的作品完成后，直接让人送过来就行。您放心，我的作品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好。哎，我这几幅作品啊，一定能让康妮先生眼前一亮啊！哎，我想，所以上辈子周琦能够成为康妮眼前的红人，都是因为夏之婉的设计者。这个贱人还有这个本事。不过现在这些都是我和周琦哥哥的。耶，呵呵。你怎么不长眼睛啊？你没看唐子涵，怎么是你？真是晦气，在这儿都能碰见。等等，你怎么会认识我？怎么说漏嘴了？这辈子我跟他见都没见过。我怎么不认识？夏之婉是我姐姐，你不就是谢真婷那个白月光吗？原来你就是那个要死要活嫁给穷保安的夏家二小姐。怎么现在没有人，你就不装你白莲花那一套了？上辈子就是这个女人让我在谢家过得连狗都不如，我恨不得直接撕了她的脸。再说了，周琦哥哥可是潜力股，你懂个屁！都快30了，还潜力股了？夏浅浅，你看着夏之婉过得那么好，你就不嫉妒吗？我可听说你一直都不喜欢她，现在被她骑在头上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刚好我也不喜欢她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，那不如我们合作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周琦哥哥马上就会成为人上人，而我则会成为人人羡慕的周夫人。而你就一辈子当你见不得光的小三儿吧。你夏浅浅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收拾完夏之婉以后，一定让阿婷狠狠教训你。七哥哥，给你。啥呀？这是你拿着这个去找著名设计师康妮，你就会成为他身边的红人儿。到时候你就会成为设计界的新秀。这些你从哪弄来的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周琦哥哥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。浅浅，我相信你。我想跟你聊聊。唐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就凭我和阿婷的关系，我想知道什么，她都会告诉我。好，那你想聊什么？你把阿婷从我身边抢走，你很得意吧？不过我告诉你，阿婷最后一定会回到我身边。如果她真的喜欢，她一定肯当当时。夏之婉，你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你就是故意在和阿婷玩欲擒故纵。你这点手段，在我面前还不够看。我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，在阿婷眼里，谁更重要。
走走去医。幸好送来的及时，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不让后果。谢谢医生。哎，难怪上辈子夏浅浅斗不过呢，对自己下手都这么狠的女人，确实不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阿婷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没事没事啊。阿婷，我只是觉得你最近跟我有点疏远了，我担心是夏小姐误会了什么，所以才想去找她解释清楚。没想到解释清楚，嘿，合着刚刚跟我说谢真婷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人，不是你是吧？没想到她居然给我下毒。哼，我说唐子涵怎么会突然来找我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你说夏之婉下毒害你？阿婷，都怪我，明知道夏小姐不喜欢我，还惹她不高兴。该死，没想到你还真有点本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阿婷站在我这边。没关系的，阿婷，为了你跟夏小姐的幸福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了。你快跟夏小姐走吧。谢真婷，你信吗？谢真婷，你信吗？我相信你，子涵，夏之婉不会做这种事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你不相信我？子涵，你放心，具体是什么原因，我一定让黎川扯清楚。阿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难道会下毒害自己，诬陷夏小姐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差点连命都没了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我现在就装死给你看，证明我的清白。唐小姐，我没有时间在这里陪你演戏。刚才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我手机里面有录像，你自己看看不就是？什么？不行！其实我手机里根本没有什么录像，但是唐小姐的反应似乎说明了一切。夏之婉，你居然诈我！阿婷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就是太害怕。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唐子涵，你太让我失望。我们走。阿婷，阿婷，你听我解释。夏之婉，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。那个，要不我开？本来车技就不怎么样，他现在心情不好，指不定会不会飙车。到时候万一出了个车祸，他不要命，我还要呢。夏之婉，我就说这男人阴晴不定啊，这车我可不敢让他开。好，你想开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车技有多好。自己进。去哪儿？去商场买手机。你手机不是摔坏了吗？没想到这男人心还挺细。我先接个电话，你先进去。你好，请问是夏之婉？怎么是你？夏之婉，怎么是你？夏浅浅，怎么
现在不做外卖员，改做营业员了。我告诉你，周琦哥哥那是担心我跑外卖太辛苦，特意托人让我来这儿工作。一个小保安，确实也只能托这层关系哈。不过妹妹啊，你的周琦哥哥自己在家里享清福，让你出来工作赚钱，你确定他真的心疼你？你少胡说，周琦哥哥那是去找可。夏之婉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妹妹，你的好日子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的是，你现在在服务我。想得美！你不就是想故意整我吗？绝对不可能服务你。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营业员也有资格挑顾客了？谢少，这个是店里新来的营业员，他不懂规矩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这样，我来为你们服务。不，我就要他。好，没听到谢夫人话吗？还不赶紧！想什么类型？我帮你推荐。我这个人吧，喜欢的类型比较多，你就把这个，那个，还有后边那一排的都给我拿过来看看。这么多，夏之婉，你故意整我是吧？要看季。这就是你们的服务态度。我看这个商场也没有必要存在了。哎，谢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就跟你开玩笑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要把谢少给得罪了，我一定饶不了你。你等着，现在就帮你拿。谢少，我们去那边坐一会儿吧。走吧。走，这边。你都挑了这么多了，还没有满意的吗？这些我突然又不喜欢了，你先放回去吧。夏之婉，你故意针对我吧？没错，我就是故意针对你，又能怎么办呢？你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营业员，而我可是堂堂的谢府。妹妹啊，这些不都是你自己选的？夏之婉，我饶不了你！夏姐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这谢少和夫人也是你能得罪的呀？你想死也不要连累我们店好啊！谢少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这样我马上把他给赶出去好了。哎，来，带走！今天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是我不希望这种人能找到任何一份工作。哎，您放心。哎，谢少，为了表达我们商场这个歉意啊，今天商城里东西任由您和夫人挑选。不用，刚刚我夫人看过的手机全都包起来。刷卡。好，我马上包起来。我夫人想要的东西，我自然要亲自买，我自然要亲自你要是真这么大方，去买珠宝首饰啊，我肯定全带在身上。买这么多手机有什么用？我就算有10双手都用不完，好吗？谢真香，你装什么装？告诉你，用不了多久，谢氏就会破产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哎，这个女人怎么还没有出去啊？快带走！等等，老公啊，你说你会破产？当然不会。夏之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夏之婉，嘚瑟不了多久。很荣幸大家能来参加我的发布会。今天呢，主要是我的新作品要向大家展示，请看大屏幕。不愧是世纪巨头康妮啊，一个人快顶一个公司了。可不是，
而且我听说今晚还要介绍一个新的设计师给我们认识。真的？融入康妮的法眼，幸运之上，岂不就在眼前？周琦哥哥，我没来晚吧？浅浅，你怎么灰头土脸？别说，还不是因为夏之晚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在商场上班，专门过来刁难我，害得我都被商场开除了。算了算了，反正你也马上就要成为康妮旗下的新晋设计师了，这份工作有没有也不是很重要。只要今天顺利，我们的公司马上就能运作起来。到时候我看夏之晚怎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我知道大家已经很期待我今天带来的这位新设计师，那我就不卖关子了。有请周琦哥哥，周琦。周琦，这不夏家那个保安女婿吗？他竟然还有这种天赋！我很欣赏周先生的设计，所以我宣布，他将成为我的亲传弟子。亲传弟子，周琦，这是要一飞冲天了。难怪之前夏浅浅非得嫁给他，原来是早就知道。我就说周琦哥哥一定能够成为有钱人，这些井底之蛙，现在想来巴结我们吗？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但是我不会设计，就靠这几张设计图，估计也撑不了多久。不过我有的是本。我反对！我反对！周琦，上辈子你也成了康妮的亲传弟子，但是你不仅剽窃了他的创作，还在大会上陷害他抄袭你的作品，气得康妮心脏病发突然离世。这一次不会再给你这个机会。我原以为他只是想坑夏浅浅和周琦，没想到他竟然是为了给康妮报仇。夏之晚，你倒是让我越来越有兴趣了。夏之晚，你又想破坏周琦哥哥的好事，休想！这儿可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没有我说话的份儿，你确定？你什么意思？差点忘了，这位是我的新合作伙伴，夏小姐。什么？这个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已经偷走了他的设计图，他怎么还能？夏小姐，您说您反对我收周琦为亲传弟子，是为什么？那要问问我的好妹夫，有没有底气亲口承认，这些设计图是他一手画出来的？浅浅，这些设计图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夏之晚，就算你知道我偷了设计图又怎样？你没有证据，要是说是我偷的，我就反咬你。所以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。当然了，这个图就是周琦哥哥亲手画的，我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吗？好，那我举报他抄袭。那我举报他抄袭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夏小姐，您确定吗？当然，康妮先生，如果我有证据能证明周琦涉嫌抄袭，那他是不是应该彻底被设计界封杀？我向您保证，我康妮绝不会让这种人留在圈子里。一旦确定，我会让他在整个行业里都没有出头的机会。夏之晚，我知道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但是你这样空口白牙污蔑周琦哥哥，我可以告你。告我？夏浅浅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在我妈妈成立设计公司之前，亲手画过很多张设计图，而且有很多没有被投入使用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。不过这几幅和我妈妈20年前登在新社杂志上的一模一样，大家不信可以自己搜一搜，看看周琦画的跟我妈妈画的是不是一样。还真是，我就说一个臭保安，怎么可能有这个本事？搞半天原来是个小偷，只会偷别人的创作。不是这样的。夏浅浅，从天上跌落下来的滋味如何？赢我！可是我的好妹妹，现在是你没证据了。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夏浅浅，你再敢动我的夫人，
我让你分分钟在江城消失！凭什么谢真婷处处护着你？夏之婉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！周琦，你打我！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他们打我你不帮我也就算了，你还打我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夏芊芊，你够了！为了我，你也好意思说是为了我？要不是你，我能落到这个地步，我这辈子最后就是娶了你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过就是个一穷二白的破保安。要不是因为我嫁给你，你连这大门都进不来。换做以前，现在这个样子，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如。夏芊芊，你搞清楚，是你要死要活嫁给我，不然的话，我娶的应该是夏之婉。如果是夏之婉嫁给我，她会这么多东西，我一定会在她的帮助下轻而至上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算什么东西？配肖想我的夫人？周琦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就算是死，我都不会嫁给你这种人。小婉，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丢出去！以后要是哪个企业敢用他们，一律视为与我康妮为敌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周琦，你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对我！别忘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夏家二小姐，我爸妈不会不管我的。周琦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我爸妈不会不管我。爸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帮帮我！你们难道真的忍心看我去受苦吗？哎呀，老夏，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，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的看着她去死吗？你以为我想吗？谢震天的意思你不明白？再说了，当初他要死要活的给周琦在一起，自作自受。哎呀，那你就私下偷偷接济一下女儿，那谢天庭她能知道吗？哎呀，反正我看不了我宝贝女儿受这个委屈。你要是不帮的话，哎呀，那我也去死好了。行了行了，不就是有钱吗？我给。我就知道爸爸最疼我了。喂，不好了，夏总，我们公司要破产了。什么？学区房那个项目被强制停工了，我们投进去的钱全部都打了水漂。现在银行要向我们追债，你的别墅明天就要被拍卖了。老夏，你别吓我啊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完了，你说话呀！我们破产了！什么？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这些都是给我的。嗯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情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事想找我帮忙？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谢震天，你该不会是想用钱逼我就范？不想要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让李川把这些都丢出去。我这不是担心嘛，毕竟无功不受禄。但是呢，你要是真心想送，我肯定欣然接受。我这不是怕有人说我小气吗？只会给他买手机，不给他买珠宝首饰。我下午才说，你倒是还挺上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？哎，谢震天，你不会真的能听懂我心里在说什么吧？那如果我说是，你会怎么样？你
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你表现的那么明显，我又不是看不。真的？吓死我了！哎，刚才说我威逼利诱你，现在是不是该说你对我投怀送抱？胡说！我那是踩到水渍脚滑了，谁让你洗完头不擦干？搞什么施法诱惑？老了头疼你就知道了。嘘，没看到我要接电话，礼貌点儿。夏氏破产了，现在叫你回去，恐怕没什么好事啊。收购夏氏的事情，我已经找人去办，很快不久，他们就会知道幕后主使是我。不过，也是时候把事情说清楚。那你就不怕他们狗急跳墙，对你做出什么事？以我现在的身份，他不敢。我了解夏氏。再说，不是还有你？我今天就陪你去会会他。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阿婷，我知道你因为上次的事儿不想见我，我只有用这种办法了。说吧，这次又想要什么？是要钱，还是需要我帮你解决事情？阿婷，你怎么会这样想我？我只是想找个机会给夏小姐道歉而已。这段时间我吃不好也睡不好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。阿婷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事儿了。你需要道歉的不是我。夏小姐，对不起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算了，也能理解。好不容易找到谢真婷这么个冤大头，却被我捷足先登，是个人应该都有意见。只要你能答应原谅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现在就给你跪下。哎，阿婷，我的腿好疼。应该是刚刚不小心撞到，你先送他回去。不要因为我打扰你们，我自己走回去就行。来吧，我送你回去，毕竟是我撞了你。我送他回去，我过来赶你。夏之婉，这次谁都救不了你。夏之婉，我说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凭什么重来一世，你过得还是比我好？今天我就要让你狠狠地摔下来。你上次的提议，我答应。夏之婉，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这才对嘛！我就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少废话，直说。你只需要将夏之婉骗到你家，然后用这个药迷晕她，送到江城酒店3101号。至于谢真婷，我会想办法拖住她。夏浅浅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谢真婷的夫人，我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她不会放过我。等你身败名裂之后，谢真婷绝对不会要你这个残花败柳，更别说帮你报仇了。夏之婉，你就在这儿迎接你的噩梦。
你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夏家二小姐，你们要是敢问，我爸妈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夏家二小姐，夏家都已经破产了，何况那个是你老公送给我的。王总，王总，王总，这个人非要进来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你是谁啊？来找我干嘛？王总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我也可以满足您的愿望，只要您跟我合作，我马上就把我老婆送给你。你老婆？夏家的二小姐，模样和身材不用我多说吧？小子，你这么舍得啊？只要能跟王总您合作，区区一个女人算不了什么。好，只要他让我满意，合作事儿好说。是周琦把我送给你们的，不行，我不信！我去找他不能这么对我！别找了，绑上！要干什么？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子就喜欢这么烈的！放开我！没想到老子能捡到这种好事。小美人，你长得好漂亮，今天让叔叔好好爽一爽。你别乱来！我告诉你，我是谢震廷的女人，你敢动我，他一定会杀了你。我管你是什么人，反正老子上完你之后就拍屁股走人了，谁又能找得到我呢？夏之婉，难道这辈子你还是逃不掉上辈子的命运吗？你先在这儿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不舒服的打电话跟我说，我让医生上门来给你看看。阿婷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没有，我只是担心夏之婉会有什么意外。我现在要去找她，我们的事以后再说。夏之婉，又是夏之婉。谢真廷，虽然你从来没说过，但是我知道他已经走进你的心了。但是我怎么可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这样吧，你坐下来喝杯水就走，就当我谢谢你送我回来。走了。潘子，你在水里加了什么？你的腿没事。阿婷，我也不想，但是我不能失去你。我本来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但是没想到遇见了你。子涵，你敢？阿婷，你不能对我这么残忍，你不能给了我希望，又将它收回去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过了今天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只要过了今天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少爷，谢真廷，你居然防着我！少爷没事吧？没事。但这个女人，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。不行不行，真廷，我就是太爱你了，
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饶了我，你饶了我吧！小姐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谢振廷，就算我没得逞又怎么样？夏之婉现在早就被人给睡了。什么？我就不信堂堂谢家掌门人会要一个残花败柳！查，给我查！是。阿婷，小婉，你他妈谁呀？赶紧给老子滚！马上报警！报警！我算你狠！周琦，你为什么在这？就如果谢姐姐要害你，谢姐会洗牙，还好小吧？还好，没事。小婉，这个称呼不是上辈子？难道周琦也回来了？你不是应该跟夏浅浅一样，问我坏了你们的好事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我妈可以从头开始。夏浅浅一直陪王总了，就在隔壁。只要他跟我合作，我们马上就能跟上辈子一样，继续成为千亿总裁。你说什么呢？要不是他非要嫁给我，否则我们像上辈子一样一路顺风。所以这些都是他应该为你做的。周琦，疯了！谢家马上就要破产了，你现在跟我还来得及，我再也不会把你送给我。周琦，我说过，这辈子我就算是死，都不会嫁给你。逼我的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的女人？秀婉明明是我的，我俩在一起才是首富，而你不过就是个即将破产的剩家之犬而已。告诉他，惦记我女人的下场。这次只是要你半条命，再有下次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夏之婉，我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夏之婉，该死！你该死！都是因为你，我才变成现在这样。夏浅浅，到如今你还不明白，你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难道不是因为你自己？你居然打我！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到今天这种样子，难道不是你咎由自取吗？不会的，我明明应该是首富的夫人，我明明应该是被所有人羡慕嫉妒的，为什么会现在这样？因为你永远都只会被结果蒙蔽。告诉我的，周琦不是什么好人。夏浅浅，虽然上辈子你害我致死，但是也阴差阳错让我结束了痛苦。这辈子你走上我上辈子的路，我们俩就算扯平了。那走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。是你，都是你，我杀了你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浅浅，妈妈，浅浅，妈妈，
夏之婉，你把我们家害成这样，你天天半夜了吗你？我害你们？你们有今天这个下场，是我造成的吗？是我逼着夏浅浅嫁给周琦，还是我逼着你拿下学区房的项目？你还装？你早就知道那个项目有问题，才这么痛快给我们，就是等着收购夏氏。没错。以前我当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我不计较。但我发现你们根本不配成为家人，所以我当然要拿回属于我妈妈的一切。而你们贪心不足蛇吞象。我怎么养了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？随你怎么说。毕竟现在夏氏没了，你们的宝贝女儿也即将锒铛入狱。我很好奇，你们接下来要怎么生活？夏之婉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就不怕别人在背后捣你的金娘骨吗？还敢当着我的面威胁我夫人？李正，少爷，把这些人丢到警察局去，再把夏氏之前的账本翻出来，好好对一对。也好，正好查一查，万一真查出来点什么，你们一家人还能在里面好好生活。老夏，带走你们！老夏，你让我你们，我饶不了你们！看来以后还是要寸步不离的跟着你啊。是我大意了，刚进家门就着了夏浅浅的道。没关系，以后没有人再伤害你了。少爷，有人想窃取谢氏的机密文件。对，上辈子谢氏破产的原因，好像就是因为数据泄露。只是当时所有人都在震惊江城首富轰然倒台，没有多少人关注原因，我之前才没想起。回公司。少爷，唐子涵，谢真婷，他，你不惊讶吗？从他进入我办公室找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收到消息了。我只想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他能及时收手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李川，你说如果有一天谢氏破产，会是什么原因？少爷，您别杞人忧天了，您可是江城首富。防患于未然，说说你的看法。除非是您将谢氏的全部资金投入了一个错误的项目，或者什么？或者有人窃取了公司机密。既然这样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看来我以前还真是小瞧谢真婷了。不过到底是白月光，都这样了，还想着给他机会呢。我只是觉得他可怜。可怜我？既然你可怜我，那为什么不可怜到底？唐子涵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就是对我太好。谢真婷，我本来就生活在黑暗之中，是你非要变成一束光来照亮我，现在又要想从我世界离开，你让我怎么甘心？我怎么甘心？都是因为你，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。我就算得不到，我也要毁了你！唐子涵，你少在这贪心不足蛇吞象。如果你安分守己，他给你的只会多不会少，你们一家人照样可以好好生活。你别在这跟我装什么大义凛然。我变成这副样子，不是正合你意吗？
再也没有人跟你抢谢家少夫人的位置了。我没你想的那么狭隘。就算我现在是谢夫人的位置，但我想要什么我会自己拿。汤子涵只会依附别人的菟丝花，永远都没有好下场。把他带下去，然后以公司的名义起诉。谢真婷，你要告我？带走。不行，不行！啊，不可以！我还有妈妈和弟弟，要是我进去了，他们怎么办？那是你该考虑的问题。我从来不会对想害我的人心慈手软。带走。阿婷，阿婷，阿婷，阿婷！少爷，我现在去整理起诉的资料。唉，难怪谢氏能做到如今的地步，谢真婷还真是铁面无私。对你可不会这样。哼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我才不。那日久见人心。等等，我刚刚不是没说话吗？那他怎么会？你说呢？哎，谢真婷，你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听到我心声的？等你追上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哎，